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你的白痴毛。中国游戏界有一家很神奇的公司，它做过垃圾页游，做过垃圾手游，做过垃圾独立，做过精品独立游戏，出过动画，还出过二次元偶像女团。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家神奇的公司——心动网络。心动网络董事长兼 CEO 是黄一梦。年轻的时候呢，他喜欢自称愤青，说高雅点呢是愤青，说通俗点呢就是中二少年。他的父亲是大学体育老师，由于父亲的关系，黄一梦从小就被逼着练习体育。初中的时候呢，他在上海长宁区的少科站接触到了帕斯卡语言，当时是1995年左右，正好也是中国互联网兴起的时候，这让他冥冥之中看到了一个方向，开始从互联网上学习各种编程技术。然后呢，他老爹看着他成天抱着电脑，但仔细一看呢，又没有在打游戏，好像也不是太坏的样子，就没有阻止他。但是呢，因为黄一梦本来就不是很喜欢上学啊，再加上沉迷写代码，上了高中之后呢，他的学习成绩就非常感人了。本来以他的成绩很难考一个很好的大学，但因为他从小就被父亲逼着一直练习体育啊，多亏了这个体育啊，在2000年的高考中，他以国家2级运动员、体育特长生的资格进入了上海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上了大学之后的黄一梦没有了约束，开始放飞自我，沉浸在了代码的世界当中。他制作了很多的网站，还用 PHP 自己写论坛，赚了不少钱，这让当时他内心很膨胀。他觉得当时整个互联网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做不出来的。后来呢，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普及，大家对于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高，这让黄一梦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他制作了一个名为 VeryCD 的论坛，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啊，就是用这个模式卖 CD 光盘。VeryCD 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但刚好 P2P 下载技术横空出世，这让他意识到了一个新的机会，于是他改变策略，搭建了 FTP 服务器，让大家通过 P2P 网络上传和下载资源。通过口口相传， VeryCD 对上海大学的学生圈子逐渐火爆。但正好也是这个时候，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事件——上海大学偷拍事件发生了。其实这件事放在现在就是普通的视频流出，在各大转载，但当时这个事件影响很大，学校施压，很多网站都删除了资源。可是黄一梦坚持不删啊，当时他很反感这种用行政手段隐瞒事故的做法，但还是那句老话，你爸爸永远是你爸爸。有一天他在学校里突然被叫出去，被民警拘留，并且没收了他家里的电脑，并且这还没完，他竟然和那几个拍摄黄色视频的学生一起被学校勒令退学了。哇，难受啊！我不知道大家被退学是什么感受啊，但黄一梦的心真的很大，他并没有多么失望，反而想的是终于不用上学了，可以做爱做的事情了。他退学之后专心发展 VeryCD， 网站流量迅速增长，导致服务器撑不住，所以每天晚上他都要对服务器进行人工的分流，把流量分配到不同的服务器上去，保证大家都能访问。操作完服务器之后呢，他就会去打几盘魔兽争霸3休息一下。之后一直到2008年 ，VeryCD 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虽然慢慢做大，但也不是非常赚钱啊。而且呢，随着大众版权意识的提高和政策的收紧，黄一梦也有了危机感，他觉得 VeryCD 需要转型了。08年到09年，他试过很多转型的方向，但都没有成功。直到网页游戏兴起 ，VeryCD 作为渠道开始联运游戏、武林英雄、三国风云。商业大亨，公司竟然有了每月100万的收入，这就让他很开心了。做游戏竟然这么赚钱，于是他就卖掉了当时的网站7999.com， 并花了100万买了心动的域名，开始自己制作游戏。2010年，心动网络的第一个自研网页游戏《天地英雄》成功上线，上线后很快做到了3000万的流水，这让老黄赚了个盆满钵满。同样是2010年，对于科技的页游神仙道找他们帮忙发行，那时候的心动网络还是个偏研发的公司啊，运营经验几乎没有。于是黄一梦就把神仙道的运营交给了刚进公司的退役 WoW3 职业选手刘一峰。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啊，黄一梦自己还打过电竞，他觉得能打职业的人都很聪明，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神仙道这个页游虽然本质上还是贪玩蓝月那样的挂机打怪玩法，但数值系统的设计满足了当时大部分玩家的需求，让大家都能玩得很开心。不到半年，月流水就过亿了，成为了当时页游的一哥。但大家都懂得，中国游戏行业的尿性就是水火抄谁。很快，一个抄袭神仙道的页游就出现了，并且在氪金方面做得相当凶残，收入甚至超过了神仙道。心动网络被逼无奈呢，也只好去修改神仙道的数值系统来增加收入，但这无异于杀鸡取卵，严重的影响了游戏后期的发展。当时这件事并没有引起黄一梦的深刻反思啊，因为当时的他很膨胀，他觉得做游戏很简单，只需要换层皮或者心动网络的渠道就一定会获得成功。但现实很快打了他的脸啊！心动网络之后收了很多游戏，其中有不少数据不错的，但没有一款能够超越神仙道。而同样在当时 Steam 平台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Steam 上的很多游戏让黄一梦眼前一亮，他们或是拥有很好的剧情，或是拥有很棒的玩法，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游戏除了一次购买支出外，几乎就没有别的收费点了。而与 Steam 相反的是，中国各大渠道畅销榜上的游戏基本都是大同小异。图中报道1秒1刀999，这让他又想起了那次跟山寨游戏抢渠道的事情。他开始思考，为什么国内的游戏都是这样的？
后来他想明白了，其实原因很简单，游戏厂家分两类，一类是开发商，一类是运营商或者发行商。一般而言，运营商和开发商赚的钱大概6-4分，而垃圾页游比独立游戏更赚钱啊！页游在刺激消费方面做得非常凶残，虽然游戏寿命很短，基本只有1波收益，但对于渠道发行商来说，最赚钱就够了。等到你不赚钱了，自然就有另一个赚钱的新的页游出来了。而越赚钱的游戏，渠道联运的分成越多，渠道就会越去推广这种游戏。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中国的游戏厂商拼命的研究怎么让游戏更加赚钱，而不是怎么让游戏更加好玩。荒野梦想，我要改变业绩这种变态的模式，要做一个玩家和厂商双赢的平台，要做一个手机版的 Steam。于是 TapTap 应运而生。TapTap 出现之后是如何在各类渠道平台中脱颖而出？心动网络后来又为何会投资纳米和心动画发行独立游戏艾希双子？时间不早了，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讲。哦，对了，顺便说一下，今天呢，我很幸运的采访到了心动网络的董事长黄一梦，问了他一些问题，具体的内容呢，我也会在下一期的视频里展示给大家。我们下期再见。都到齐了，现在开会。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国内游戏行业的大佬，集合在一起了，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大家心里都清楚。游戏不好玩，还大把的圈钱。在座各位的产品都是我们游戏行业的残次品。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有意的诬陷某些厂商，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李达康是真敢说呀！邵书记啊，我认为李达康这个视频一定会火。我看也是。才怪！